好，回到环宇全世界，我们持续来关心现在陷入焦灼状态的俄乌战争。目前最新的态势是，乌克兰死守了1年3个月的红军城啊，这个据点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讨论过非常多次。而现在呢，这几天传出说要陷落了吗？怎么说？因为根据《纽约时报》最新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现在大约有200名的俄军，他们透过渗透的方式渗入了红军城的市区，也使得乌俄两军在红军城爆发激烈的巷战。但根据基辅独立报报道说，进到红军城这个渗透的俄军啊，不止200人啊，这其实已经超过了乌军有8倍之多。红军城的防御现在变得岌岌可危，而乌克兰第25空降旅也表示，虽然乌军的防御每天可以打死大概50到100名左右的俄军，现在他们算了一下，乌军对俄军的伤亡比啊是呈现1:10，说乌军有优势啊，也就是说呢，1名阵亡的乌军能够换10名阵亡的俄军。但是俄军现在3面包围了红军城，而且利用各种弹药来打击这个补给路线。乌军的士兵也得冒着炮火，还有无人机步行10多英里啊，才能够到达城内的阵地。所以现在说，俄军是以超过乌军8倍的军力，而且再加上有渗透进去的俄军的军人。好，但是乌军现在的防御呢，他们不断对外界讲说，我一个乌克兰士兵可以换10个俄罗斯的士兵。好，但是乌军跟俄军现在都在抢的这个红军城，到底能够守，或者是会失掉，它的关键在哪里？委员，您觉得？去年8月哦，俄军就开始打红军城，然后普丁前阵子啊，就大概是上个礼拜特别讲说，哎，记者们你们要去看，红军城已经被我们打下来了，对，你们要不然记者们可以去看看，其实还没有打下来，可是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大家都在做宣传。对，战争哦，有时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算术的问题。你看，刚刚讲这个人员的问题，乌军的防御大概有1:10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可是俄国有去年的这个数字有1亿4千多万人，你现在这个乌克兰只有3700多万人，这个兵源就差了很多。第二个讲土地面积，所以这是算术问题。俄国有1710万平方公里。你乌克兰只有60万平方公里，何况你还有1/4，60万里面你还要把1/4要拿出来，因为已经被俄军给占领了。是，所以你去看两边，就假设两边的火力一样旺盛的话，你俄军每一个平方公里可以承受的炮弹的那个压力的程度，远低于乌克兰嘛，因为乌克兰小嘛。对。第三个问题就是工业化的问题，俄国的工业化的程度其实是比乌克兰还强，没有错。在苏联的时代，乌克兰是它的一个国防的重镇。你看很多的这个重要的军事的装备都在乌克兰生产的。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在哪里？第一个，乌克兰这个脱离了这个就独立了以后，很长的时间经济很糟糕，所有的工厂都是被破坏得很厉害的啦。有的东西农脉也被卖掉了，然后这个最重要的是战争被俄国摧毁了很多国防的重要的一些的建设。对，第四个其实要讲一个问题，就是意志力。你看普丁这种意志力，打仗是真的是意志力很重要。美国打越战，你就要再打1年，他也撑得下去，因为他的总兵力几十万人在那里，怎么打不下去？问题是没有意志力打了嘛。战争总统也没有意志力打，尼克森更想急着把它结束掉。阿富汗也是一样啊，阿富汗的敌人力量更小，可是为什么俄军打完10年就走，美国打完20年就走？为什么就意志力没有了？对。可是人家普丁打乌克兰是打得很辛苦了，就乌克兰士兵很勇敢啊，打得非常漂亮。问题是你总体资源就不如人家嘛，人口面积、工业化能力。然后这个武器，俄国自己可以生产，你乌克兰武器要靠人家生产，美国生产完要渡过大西洋，然后进了波兰，然后转送给你，其他欧洲国家送来了也是很辛苦。所以你乌克兰你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一个交战国，那你总体资源又不如俄国，然后普丁想赢的那个心又这么坚决，所以这个红军城被打下来
时间的问题。时间早晚，而且刚才委员特别提到说，两军在战场上面对战的时候，其实作战意志很重要啊。不过从兵力上面，双方的这个悬殊比例来看的话，俄军也换得起哈，就是就算我10个人换你1个人的话，我也换得起啊。现在就是看到这个战争呢陷入到焦灼，所以呢，原先这个信誓旦旦说他这个上任就能够搞定俄乌战争，立刻让双方停火的川普，现在当然他的说法也改变了哈。这个11月8号他正式表示，他说他已经暂停和俄罗斯总统普丁在匈牙利说要约会面，主要的原因呢在于俄方还没有展现停战。不要说停战了，现在连停火的诚意可能都没有啊。但川普也表示说，如果普丁真心想达成和平协议，希望未来还是能够和普丁在匈牙利来进行会谈。我另一方面也看到在北约这边呢，德国联合作战司令叫索尔夫兰，他就警告，他说要小心俄罗斯的普丁因为呢，普丁现在手握150万名地面部队，还拥有足够的主力战车，具备随时对北约领土发动小规模区域限定的能力不要轻忽，而且不要是小看了俄罗斯对欧洲、对北约的威胁。每日电讯报也报道说，普丁还打算跟委内瑞拉总统来合作，部署这个极音速飞弹基地，要直接威胁美国东南部，牵制美国对乌克兰战场和欧洲防线的注意力。因为你后门失火的话，你当然无暇顾我们欧洲了。好，现在德国警告说，普丁是有能力的对北约要发动有限战争但是这个局势呢，大家也会很好奇，因为北约向来是共同防御。如果包括最近看到拉脱维亚甚至呢派出了无人机，因为他们非常的担心尤其波罗的海的3个国家，拉脱维亚其中之一他们就派出了无人机来负责防空。所以 Russ 因为我们讲到了北约共同防御，就算是发动有限战争，但是不也启动了北约的共同防御了吗？如果俄罗斯真的入侵北约国家的话，就动用条约。虽然很多人认为川普对这些条约，不管是北约、美国跟日本、南韩、菲律宾的防御条约，川普有质疑，就造成所谓的一美论了。但是川普这次回来执政，其实他的不管是他的言辞或他的动作，或战争部长 Hegseth 的动作，那明显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是很支持这些条约了。那虽然川普从早就呼吁美国的这些安全伙伴都要提升国防预算，但是这个也不等同川普不会履约了。所以今年已经有很多次北约秘书长去白宫跟川普见面，对，看起来他们都谈得很融洽，很合得来。他这个北约秘书长也没有公开批评说川普不支持北约等等了。所以目前从美国川普政府的动作来看，还是对这些条约是参与的意愿、支持等等，都是我觉得是相当正常。对，所以我要问的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在讲说，你要评估的是能力跟意图这2个因素能力的部分，像德国这边警告说，有能力，就算进行一个小规模的有限战争，俄罗斯是有能力的。那意图呢，犯得着吗？我认为北约国家他们是看俄罗斯军事能力觉得是非常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危险嘛。对，但是他们真的认为俄罗斯即将会入侵吗？就是向北约国家动手？我觉得他们这些北约国家也知道可能性不大，但是还是要做好准备，还是要先提出警告。当然，因为他们要提升他们的国防投资那也是需要不管是国会议员、一般民众、选民、媒体等等，都需要整个国家的支持，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最近就是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不管是左派、右派政治人物，大部分的欧洲国家的政治人物都是有这个态度、这个想法。我们要提升国防预算，美国也很支持但是美国也没有推出，比如说什么联合军事演习等等，不管是拜登或川普都有参与了。OK， 所以那你怎么看？刚刚也提到《每日电讯报》这个报道，就是在美国的后院，跟委内瑞拉合作，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如果俄罗斯跟委内瑞拉提升双边的国防方面的合作，比如说
军事演习之类的，或有访问团等等，这个不意外。但是俄罗斯真的会部署飞弹在 Venezuela，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第一是预算的考量，第二这些飞弹他们需要在乌克兰战场使用，怎么会把这个重要的资源原理放在 Venezuela 可能性真的是不大，而且还有呢，其实马杜罗政权是非常不稳定，那或许会讲得住，但是不排除会有政变的情况。那如果他真的被逼下台的话，那俄罗斯怎么办呢？我们飞弹在那边，所以我觉得可能性真的是不大的。所以你看到，在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的态势之下，现在尤其讲到地缘战略啊，这个尤其西方媒体常常会，不管是空穴来风，或者说他们觉得很紧张，都会先用一则报道来告诉大家有这样的可能。但是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重点，虽然最近几个礼拜有什么样的新闻，比如说川普说那我目前不去匈牙利跟普京见面，然后有这个俄罗斯会不会在 Venezuela 部署飞弹等等，各式各样的相关新闻。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是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变，川普希望两方乌克兰跟俄罗斯是达成停火协定，而且川普看是什么样的条件之下可以停火，他的想法是完全是没有任何变化，就是说他认为乌克兰要接受将来部分的国家领土还是有俄罗斯占领了。是，那这个川普有这个态度，这个立场完全是没有变，所以他还是会不是向俄罗斯施压的对象还是乌克兰。对，你讲到有一个重点，最近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其实讲到了俄乌停火也好，或是未来的中战也好，其实在这一次的 APEC， 习近平跟川普两人也谈到了俄乌啊。那川普呢，协调了这么多次，你可以发现说，他也可能意识到了美国单靠一己之力是没有办法让俄罗斯停下来，但需不需要中国大陆在旁边来实力一下？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啊，在北京最近是会见了俄罗斯的总理啊，叫米舒斯金。目的呢是要升级中俄双方的合作。那俄罗斯的财长呢也表示说，俄中两国呢基本上已经脱离了西方货币进行贸易结算啊。目前99.1%的支付都是用卢币和人民币的兑换来完成的。2024年年度的这个俄中双边贸易额啊，更是达到了2450亿美元的历史峰值。日经中文网呢，在11月7号也报道说，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呢正在用低于市场2到3成的价格卖出了中国大陆，而这个中国大陆呢，一方面扩大从俄罗斯进口液化天然气，同时呢，对美国能源的进口现在已经降到0了，这代表说99.1%，这比例几乎就是100%了哈。所以陆老师怎么看到卢币跟人民币互相的来进行兑换交易？那代表说这个去美元化，我们之前也提到过的，是不是已经又更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怎么看？的确，中国跟俄罗斯天然气，它以它的本币来做交易，就以人民币跟卢布来交易，它是符合几个它的策略性的考量。第一个，降低对美元的这个依赖，也避免被美国制裁啊。第二个，可以提升它的能源的安全性，两个人对于天然气的这个交易可以避免受到美国的这个影响，它的能源买卖是很安全的。第三个，它跟俄罗斯买的比较便宜，所以它的能源成本也降低。第四个更重要，强化它地缘政治的政治谈判筹码。所以美国川普跟普丁或者是跟习大大要求说，你是不是俄乌战争你那个使点力，让俄罗斯不要再攻击？那我相信习近平不会答应他这个，因为这是中国希望俄罗斯在俄乌战场牵制美国，那俄罗斯希望中国在东南亚市场牵制美国，所以双方有一个这个战略性的一个考量，互相牵制美国的一个这个作用。所以以这样来看的话，他们以这个非美元人民币跟卢布交易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可以避免被美国制裁，降低对美国的依赖，降低成本，还可以提升它能源安全性。我想符合他所有的策略。摆脱依赖是重点哈。那另一方面是看到在能源的这部分的分散风险也是另外一个重点啊。所以如果是去美元化这部分，可能短期也许看不太到，但是摆脱能源上面的依赖，看起来是做到了。没错，因为我相信他直接跟俄罗斯买能源的话，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直接的，而且用这么便宜的价格，
又可以用自己的本币来做交易，这是应该是最简单不过。尤其它让它的能源来源更多元化，要不然它跟美国买的话又贵，然后又要受制于美国，那对他来讲实在是划不来。了解。好，等一下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就来关注的是福建舰的事情，马上回来。